这个男孩躲在床底下，看着小姐姐换衣服，激动得满头大汗。这个少年叫马小军，在70年代初，大人们都在忙着闹革命，孩子们都处于放养状态。马小军从偷看少年宫的女生跳舞，到和小伙伴们玩扔书包的游戏，一转眼就升到了初中。这群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，每天都骑着自行车闲逛。在学校上课也一样，课堂上无视老师的存在，每天搞些恶作剧什么的。马小军和小伙伴们不同的就是有个爱好，自己没事就琢磨配钥匙。父母上锁的抽屉被他轻松打开，从里面翻出老爸的肩章和奖章。更大的收获就是藏在本子里的气球也被他拿出来吹着玩了。开完家里的锁，就开始开其他人家的锁，但从来不偷东西，也没有被抓到过。这天马小军又进入了一户人家，发现墙上挂着一个望远镜，他欣喜地拿起来四处瞭望，看到了学校老师上厕所的窘态。随后目光定格在了墙上的一张照片，那上面是一个漂亮的姑娘，青春靓丽的容颜，纯净无邪的笑容，一下就牢牢占据了马小军的心。这天来的一个女生叫于北培，他们还提起一个叫米兰的女孩，马小军并没有在意。于北培整天和这帮男生混在一起，连家都很少回。马小军每天都会去那个房间看女孩的照片，不知道房间的主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一直等待着画中人的出现。这天房间的主人终于出现了，马小军躲在床底下，看着这个丰满漂亮的女孩换衣服，激动得满头是汗，内心那种偷窥的快感就像一团火在燃烧一样。又过了几天，马小军几人在展览馆周边偷拍女孩，被警察叔叔给抓了，因为有人包里带着匕首。被放出去，回家就对着镜子发泄心中的不满，刚躺下准备睡觉，又被刘一苦叫了出来找人打架。因为兄弟杨镐被人打伤了眼睛，几人拿上家伙，骑上车子就出发了。他们用板砖和自行车向猝不及防的仇家们身上招呼，打得对方落花流水，四散奔逃。一个倒霉蛋被几人围住了，本就一肚子窝囊气的马小军急于显勇立威，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板砖砸中了他的头。接着抽出棍子来一通狠揍，眼看气出的差不多了，才撤兵回营。这一仗表现下来，马小军在兄弟面前算是好好的扬眉吐气了一把。这天马小军在街上闲逛，他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想要认识的姑娘。这次马小军可不想错过机会，赶紧追了上去。第一次和她面对面，她戴着那个时候很时髦的墨镜，马小军搭讪的理由却显得有些老套，追着人家要认姐姐。这个人就是那个房间的主人米兰。就这样他们互通了联系方式，算是认了姐弟。天不黑就不回家的马小军，今天一回到家就被妈妈狠狠教训了一通，并连带着爸爸也一起骂了起来。由于还怀着孕，一怒之下就给马小军生了一个弟弟。这个弟弟就是因为马小军把气球扎漏了才有的。由于上次马小军把那个孩子头用板砖拍了，住了1个月的院，对方约几人在卢沟桥准备大干一架，点名要马小军去。这天双方都来了几百人，扎喷子、军刺、菜刀、板砖准备的不少，但是双方都来了熟人，最终还是讲和了。双方还一起喝起了酒，原来两拨人都找到了当时北京最有名的小混混，所以没打起来，还成了朋友。这天马小军又来找米兰，米兰正在水房洗头，马小军还帮米兰冲洗头发。两人回到屋里，马小军对这个姐姐知无不言，问什么说什么。马小军那些天几乎天天和米兰在一起，为了证明自己很厉害，还把一些别人做过的风光事都安在自己身上。马小军开心的甚至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幻觉，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米兰这样的女神，一切都只是梦而已。终于放假了，马小军约米兰去自己的大院玩。这天马小军在焦急中终于等到了米兰，并介绍给大家都认识了一遍。今天的马小军和平时不大一样，特别的兴奋，还爬上了最高的大烟囱，让众人很担心。最后还是一脸黢黑的从烟囱里爬了出来。马小军和米兰回到了自己家，他不愿意米兰和刘一苦第一次见面就聊那么多。这时爸爸却回来了，送走了米兰。爸爸却给了马小军一巴掌，告诉他不要早恋，并把工资给了马小军，让他转交给妈妈，就带着部队去内蒙拉练了。这天看完电影，众人就坐在屋顶上，谁也没有回家，唱歌唱到天明。第二天马小军送米兰回农场，自行车后座上坐着米兰，马小军觉得米兰就是自己的整个世界。回到家后得到消息，老爷因为成分问题没能挺过严刑拷打自杀了，一家人就坐火车回了一趟唐山。
从唐山回来后，马小军马上去找米兰，结果没找到，却在大院门口看到了米兰和刘义苦。不知道为什么马小军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晚上，众人在一起举行了一个派对。当米兰跳舞的时候，众人都如痴如醉。第二天，一行人去游泳馆游泳。当米兰出水的那一刻，可以用4个字形容，那就是出水芙蓉。在游泳馆，他们遇见了一个叫彪哥的人。后来马小军才打听到，这个彪哥和米兰有过故事。到了马小军和刘义苦的生日，安排在饭店一起吃饭。米兰送了刘义苦一本诗集和一条白围巾，送了马小军一条红裤衩。马小军心里有点不乐意，就和米兰闹起了情绪，最后还和刘义苦动手了。可是这一切都是马小军臆想出来的。事实上，过生日那天，大家都非常高兴，根本没有什么不愉快发生。后来大家都喝醉了，米兰还在大雨中拥抱了马小军。可雨过天晴后，马小军又怀疑雨中可能不是真实的。为了验证，马小军又来到了米兰家。青春勃发的小伙径直冲进了姑娘的闺房，扑上了姑娘的身体，想要释放再也按捺不住的激情。不料还处在生长发育期的他体格太过单薄，两人在床上一番激斗。他被膀大腰圆的姑娘一脚踹到了地上，他不肯就此放弃，又冲了上去，却反被姑娘压在身下猛扇了几个耳光。咕噜了半天，把蚊帐都扯坏了，最后也没得逞，马小军落荒而逃。就这样，米兰彻底和马小军掰了，马小军也被大家孤立了起来，只能在寂寞痛苦中度日。他的青春仿佛已经消亡在了那个夏天的泳池中。米兰也和这些人断了来往，大家也都各奔东西的去当了兵。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根据王朔小说《动物凶猛》改编，是姜文的导演处女作，也是刚满16岁的夏雨斩获金马、威尼斯等影帝殊荣的佳作，甚至被誉为大陆电影的一座高峰。故事发生的季节集中在夏天，正如片中成年的马小军旁白所言，夏天里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的更多，也更难以掩饰心中的欲望。那些真实的记忆，仿佛也留存于你我的脑海之中。无处安放的荷尔蒙，激情如火山喷薄的青春期，色厉内荏在自己的一方天地称王称霸，却也惧怕父亲拳头的懵懂小子。面容姣好，身材火辣，如此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的野性姑娘。炙热的阳光似乎要烤焦一切，无论是如同烧荒草的浓烈味道，还是泳池中跳跃的迷茫水花，最终都变成了我们关于青春的祭奠。好了，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这里是哪吒剪影，感谢您的关注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